弟子深知自己的不足之处，才一心想拜入先生名下。秦慎，你起来说话。秦慎想继续跪着以示诚意，又不敢不听白苏的话。你既然想要师徒名分，我就得给你交代一下我的身份。不知林先生有没有告诉你，我穿男装但并非是男子，只是为了行事方便一点罢了。弟子知道先生是女子，弟子拜师是敬佩先生的医术，跟先生是男是女没有关系。还有一事我也得告诉你，我是前丞相白染之女，你跟我有了师徒名分，会不会影响你的仕途？怪不得先生看着有点面熟，原来是白象。先生莫非是白象的19女郎？对，猜得真准。先生，弟子对白象没有偏见，白象以前对弟子就不错，说不定这冥冥之中白象就提前认可了弟子这个徒孙呢。慎儿说的是真的，白象对慎儿很好，如果白象在这里，也会同意先生收下慎儿的。不是说我父亲的名声很不好吗？大臣们都对我们白家人避之不及，怎么你们一点都不介意啊？白象经常训斥大臣，所以大臣对白象又具有怕，但是他对我们太医院一直很宽容，弟子没被白象责罚过。对了，先生，弹劾白象的那个御史最近被皇上以各种理由连降了2级了，如今朝里的大臣不敢再明目张胆地议论白象的是非了。弟子认为靖王案受牵连，死了这么多人，相爷审理此案时心里定然也不好受，所以才会夜不能寐，导致性格大变，又因此得罪了不少朝臣。对，白象肯定也不愿意杀这么多人，不然就不会忧思过度了。我不相信传言里说的，师祖若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人，怎么可能把师傅教得这么善良？车儿说得对，定是世人误会了白象。先生，弟子保证会用心学。先生您看，自从您教了弟子缝合术之后，弟子日日练习，一日都不曾懈怠。每日上职的时候，弟子都带着针线捻子，再拿一个猪蹄子，空闲的时候就练一会儿。这个是弟子在门口等先生的时候在马车里练习的，您看看是不是有进步？白苏伸手拿起猪蹄，针脚整齐均匀，打的结也没有错处，一看就没少练习。秦大人的确是用心了，这手法跟那天缝的白菜相比，进步了很多倍啊。先生，您看那秦慎一心为病人着想，学医又这么用心的份上，收下秦慎吧。我既然敢当这个保人，就敢对他的人品负责。既然林先生这么赞同，秦慎也不觉得喊我师父委屈，我就不介意收下他。多谢师父，弟子先去行卧冠之礼，然后再行拜师礼。真是不像话，先生面前高兴的都不会好好走路了。秦慎这几步跑起来还真不像30-40岁的人。先生，秦慎岁数不大，才35岁。我以为能做到太医令这个位置得要很多年，怎么也得小40。他自小学医，16岁开始行医，26岁进入太医院，32岁就是太医令了。在林胜和秦维的见证下，白苏端坐在榻上，受了秦慎3拜，然后秦慎又给白苏敬了茶，改口喊了师父，并呈上拜师礼单。请先生训几句话吧。学医，希望你能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为官，希望你能不忘学医的初心，努力担起太医令的使命，争取为穷苦百姓做点实事。弟子谨记师父的教诲。请先生给慎儿赐个师门的字吧。秦慎是谦谦君子，就叫子谦吧。谢师父夸奖。我觉得身上的责任好重啊，受了你这么大的礼，要是不用心教你，就太对不住你了。师父，天下没有不是的师父，只有不用心的徒弟。弟子要是学不好，必是自己有做的不好的地方。秦慎转过身给林胜磕头道谢。好好跟你师父学习，不可忤逆懒惰，不然我可真找到你府上去打你呀！我可不管你是什么官啊，小侄不敢。叔父请放心，小侄一定会尊师重道，勤学苦练，不辜负师父、叔父和父亲的教诲和期望。好，师兄，师弟给师兄见礼，以后请师兄多多指教。师弟不必多礼，但凡我会的，一定不会藏着掖着。师父没空的时候，尽管问我就行。谢谢师兄。贤侄，你不必不好意思，礼数不能乱。先生仁慈，他要是犯了错，就由你这个当师兄的教训他，打不死就成。但师兄就得有个师兄的样子，可不只是光教训人就成的。先生传授给你东西，你抽空教教子谦，也让先生也轻松一点。
白苏领着俩徒弟送走了俩老头，秦慎满脸笑容，从拜了师，他的嘴角就没有下来过。子谦，你们太医也是5日一休吗？和普通官员休沐一致吗？不是的，师傅，太医是昼夜轮值的，所以休沐的时间也比别的官员时间长些，但时间不太固定，弟子有时间了就过来。师傅，去休息一会儿吧。徒儿先带师弟在院子转转，熟悉熟悉，再教他点别的缝合方法。师兄说的对，师傅去歇息会儿吧，别因为弟子让师傅劳累。白沁家住得远，白苏往返2趟，确实有些累了。去吧，前院还有几间闲屋子，你去挑一间，让你的随从收拾一下。你虽不在这住，休息一会儿啥的，也得有个地方。多谢师傅。林彻带秦慎去平日上课的厢房看了看，就领着他去了前院，陪他挑了一间屋子，让东子帮着他的随从打扫收拾。弗莱也想动手帮忙，谁让你干这些了？让东子他们去做就行了。哎，我让你背的汤头歌会背了吗？会背了，只是还不太熟。那还不快去背？这些事儿需要你去做吗？这个家里除了师傅，哪个也不用你伺候了。我搬进来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积极啊。公子搬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好出去买草料，等回来的时候您都收拾完了。可不是弗莱怠慢公子，在弗莱心里，您是最最敬爱的公子，对弗莱最好了。你当时在家，我也不用你啊。师傅说了让我自己收拾。哎呀，你去备东西去吧啊！一会儿师傅醒了，还有别的事情做呢。我领着子谦去我屋里坐会儿啊。弗莱，快去备吧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以后也可以来问我哈，我们互相请教。还是你年龄大些，沾光，看师傅多疼你啊！刚拜完师就给你安排房间，还让随从给你收拾。我刚来的时候可没这么好的待遇。师兄是师傅的嫡传大弟子，师傅自然要求的严格一点。弗莱虽然是师傅的小厮，但对师傅忠心耿耿，师傅待他也跟亲徒弟一般，但凡教我的一点也没落过他。他跟师傅只差个师徒名分而已，希望你也不要把他当下人看待。我明白师兄的意思，别看我当了几年太医令，但还是知道规矩的。你随从不在身边的时候，有活就吩咐东子，东子是我带来的人。谢谢师兄。师傅身边的2个侍女，师兄也给说说呗。我看师傅竟然跟他们同乘一辆马车，寻常侍女不是跟着马车走，就是坐在马车前头，几个敢跟主子坐一起的。师傅这里的规矩啊，跟别处不一样。没外人的时候，师傅还跟他们一个桌上吃饭呢。啊，师傅对他们这么好？可不，师傅对谁都掏心掏肺的好。年长的那个侍女叫孙敖，伺候师傅10几年了，师傅很尊重她的，家里的钱都是她管着。那个小侍女啊，叫秋月，长期跟在师傅身边伺候。你那天在弘正堂也见了，她照管病人、登记啥的都很能干，师傅都没舍得骂过她。秦慎点点头。当然了，师傅跟前最受益的还是我们当徒弟的。我一直觉得自己啊是上辈子积了大德了，这辈子才能拜在师傅名下。师傅不但没有一点架子，还会悉心教我们从没听闻过的艺术。师傅上次教你的是单纯的缝合，我一会儿啊教你内翻缝合和外翻缝合。还有啊，师傅以前讲学时重要的地方我都做了记录了，等你回去的时候借一本给你看看。不要给我弄脏损毁了啊。师兄，好师兄，先给我看一眼吧。说了先教你缝合，回去时再拿给你。你差这会儿啊？我不知道师傅会多少新奇的东西，那天在弘正堂就让我大开眼界，我这心里头抓心挠肝的好奇。师兄先让我看一眼吧。这些都是你看一眼，挑一本拿走吧。千万不能弄脏损坏啊！看完了拿回来我会检查的，若是很干净就让你再拿下一本，弄脏了我就不让你看了。师兄放心，我一定会小心谨慎，净手之后再翻看，还的时候连一个褶子都不会多出来。你不要怪我小气，连个手稿也这样宝贝，这些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等过些年啊，我跟师傅学成之后，我想把师傅传授的这些医术整理成册，传与后人。师兄果然不愧是师傅亲自教导出来的，境界比胸怀都比我们强太多了。白素睡了小半个时辰就醒了。秦大人也是实诚人，送的拜师礼非常丰厚。您看下这个礼单，要是没别的吩咐啊，婢子就把礼品都收起来了。确实够丰厚的。既然他诚心诚意的送过来了，就收下吧。这日清晨，刷上这个，烤出来的肉就颜色发亮吗？是的，将军，您刷均匀一点，刚刚那粒太多了。对，这样就均匀了。刷蜂蜜，一方面可以提升口感，另一方面可以增加鸡肉外观的光泽。烤熟以后，鸡皮是鲜亮的金黄色。赵云把鸡一只只的都刷完了，开始用荷叶包鸡肉。这个荷叶怎么这么不结实？一用力就坏了，也没觉得使劲啊。将军，您手劲太大了，这个让小的来绑吧。做到这里啊，基本上就做完了。就只剩绑好绳子，包上油纸，然后用泥巴裹上了。您歇会儿。
厨子看将军笨手笨脚的样子，看着真着急啊。不用你们动手，我再收着点力，我就不信保不好的。把黄泥给我准备好，我一会儿也和回泥巴。也不知道白苏那天两手黄泥往泥蛋蛋上摸的模样是什么样子，定然是非常特别吧。将军，这些炭给先生送多少过去啊？送一半吧，把梧桐院里的暖炉、手炉和毒炉都给他带上，把秋红找来，让他给收拾，但凡用得上的都给他带过去。赵云把团好的泥蛋蛋逐个放进烤炉，然后就着厨子端过来的水盆净手。不急，天还早着呢，这鸡还得2个时辰才能熟，等烤熟后一起给他带过去。炭留足老夫人用的就行，我平日不在家，用不了多少，给他多装一点。是，看好炉火。待赵云他们走远后，刚才我没听差吧？将军，这鸡是给夫人做的吧？不是夫人还有谁啊？管事不是说了吗？以后喊夫人先生。李侍卫说的先生啊，只能是夫人呗。如果不是夫人，还有谁能让将军亲自动手做这个？从上次夫人回来，将军让人烧信，按夫人的喜好准备饭菜，我就知道将军待夫人和从前不一样了。2个时辰后，还行，和他那天做的差不多，再蘸点蘸料就更好吃了。赵云见无人应他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李有香被施了定身法，定定看着盘子里的鸡肉。哎，你是不是打仗的时候尝过头了？到现在还过不来那个劲儿啊？你看看你那样，都快赶上王斩了。将军，属下只是稀罕将军做的鸡肉，没想到您还真能做成了。在别处就算是龙肉，属下也不多看一眼，指定不会给将军丢人。将军，我给您端着，您吃剩下的，属下啃几口骨头就成。吃吧，做了好几只呢，我先给老夫人拿一个过去尝尝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动手做东西呢，他老人家还没吃着呢，倒让你小子先吃上了。啊，是，没有老夫人还没吃，属下倒先吃的道理。属下先拿回去，等老夫人用完，我再吃。吃吧。我本来想先尝尝能不能吃，也不是故意先吃的。老夫人不会计较这些，你趁热吃了吧。等我从老夫人那儿回来，你就跟我去白苏家。等赵云从福安堂出来，正好40多一点，他估摸着把炭卸完，正好是5时前后，白苏一定会留他吃午饭，正好啊，能跟他在一起多待一会儿。等赵云赶到小院的时候，家里只有孙媪一个人。今日天还没亮，就有病人砸门，说是家里有人命关天的病人，主子匆匆忙忙的就去了，到现在还没消息。知道他去了哪里吗？病人是什么人家？得了什么病？会不会有危险？来请他的时候态度怎么样？客气不客气啊？赵云没有见到人，失望是一小部分，一大部分呢是因为担心他的安危。婢子不知道主子去了哪里，来的人提着灯笼，赶着马车，着急忙慌的，当时黑灯瞎火的，婢子也没看清楚来人的模样，只知道为首的是个年轻的少爷，见了主子就哭着磕头，说他夫人快不行了，是郑婆婆让他来请主子的。主子听到后啥也没问，急急忙忙的让林公子准备药箱，上了马车就走了。看来他是很信任这个郑婆婆呀。这个郑婆婆是什么人啊？家住哪里啊？找到郑婆婆就找到白苏了。婢子没听主子说过郑婆婆，不知道郑婆婆是谁，可能是看诊的时候遇到的病人吧。糊涂，那你怎么不问清对方姓谁名谁啊？家住哪里？哪条街哪条巷啊？这不知道底细就让他跟着别人走，万一遇到歹人怎么办？你这样一问三不知，也不知道早点跟我说一声，让我去哪里找？他上次吃的苦头才过去多长时间啊？你都忘干净了吗？孙媪从白苏一走就开始忐忑不安，此时一听赵云这样说，将军息怒啊！婢子当时只顾伺候主子穿衣洗漱了，主子走得急，连头发都只草草梳了2下，就上了马车走了。等婢子回过味儿来，人就追不上了。婢子也很担心主子呀，求将军。李友，属下在。把马车卸在院里，骑马去联系王少，让他速速查找一个叫郑婆婆的人，看谁家年轻的夫人患了人命关天的病，想尽一切办法找到白苏。我先去洪正堂问问，看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郑婆婆。沿途查干净后。却说当时白苏正睡得香呢，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，得知这人叫陈玲，产妇是恒生，且胎儿巨大。从什么时候开始阵痛的？昨日午后申时。几个难产的体位，恒位是孕期胎位中最不好生，也是最危险的一种胎位，而且你的孩子个子大，危险性就更大了，几乎没有顺产的可能。求大夫想想办法，在下找了好几个稳婆，都说无能为力。郑婆婆说您医术非凡，或许有接生的法子。郑婆婆也不是才跟你说的我吧？要不然你怎么深更半夜的找到我家的？是因为我是男人才不愿意提前喊我吗？怕您不愿意去，又想着郑婆婆接生很有经验，才拖到这么晚。你要是早几个时辰喊我，你夫人就不会白受这么多罪了。
这么说，你有法子让孩子平安生下来？不见到产妇的情况，我不敢保证什么。但我跟你夫人接生的方法，得提前告诉你。你夫人这种情况，按照传统方法接生，几乎没有母子平安的可能。你也千万别再抱有侥幸心理。我一会儿见到产妇，看看情况。如果你夫人的情况允许的话，就立即把她的肚子剖开，把孩子从肚子里抱出来。如果只能活一个，我要保大人。谁说剖腹产你媳妇就会死了？把肚子剖开，人还能活吗？虽然会有风险，但母子平安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而且我们有麻药，切开肚子的时候，你媳妇不会感觉到疼。用上麻药以后，得迅速的把孩子剖出来，不然时间长了，麻药渗透到胞宫里，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。所以做剖腹产手术的时候，得我徒弟他们在一旁帮忙，你能接受吗？陈玲嘴巴微张，呆愣在那里，没有言语。刚刚看你的态度，本以为你是一个疼爱妻儿的好夫君，没想到竟然是一个把颜面看得比妻儿性命还重要的迂腐之人。大人，您误会了，我是听说您剖腹吓到了，我既然来请您，就接受了您给我媳妇接生，只是没想到会是这种方法。能活命的方法就是好方法，这也得到了你家以后看看你媳妇的情况，再定能不能手术。只是提前跟你说一声，你媳妇的情况不能再拖下去了。您说的非常对，我没有什么顾忌的，只要能救她和孩子，我什么都听您的。只是我媳妇儿和父母思想传统，恐怕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，还得想想办法。孝顺是对的，但也得分什么事。他们若是不同意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活活疼死吗？人命面前，什么都微不足道。我不是怕他们怪罪，就怕他们阻拦，耽误了事儿啊。你要是拿定主意，什么都好说，把你父母支到一边去，先别给他们说这个了。等到孩子生下来，他们怎么想也不要紧了。您的这种接生方法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？手术时间不长，全程做完得1个时辰左右。行，前面就是我家了，您见了我父母，把神医的架子端起来，别跟他们多说别的，我把他们想法子骗到别处去。郑婆婆一直说您医术高明，没想到您岁数这么小啊！您给妇人接生过吗？母亲，白先生可是神医，一定会有法子的。正在这时，屋里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先生稍等一下再进去。绿柳，快去里边说一声，就说白先生来了。我在呢，我把神医请来了。灵儿，你稳住神儿，别跟着他大喊大叫的。你越给他说话呀，他越不集中精力。女人生孩子不能这么叫，越叫越没力气。生孩子哪有不疼的？陈玲，去让人准备淡盐水，烧开晾着。小月跟我进来。子由，你们先在外面等着。先生，胎位顺不过来，您叫的2个法子也用不上，弟子实在没办法了，才让陈少爷去请的您。没事，我先看看情况。白素坐到床边，一边诊脉一边轻声安慰：别紧张，放轻松，我给你检查一下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大夫，救救孩子，抱孩子。大人孩子都会平安的，你放心。闭住眼睛休息一会儿，让我给你检查一下，一定要相信我。白素起身绕到床后，撩起被子。屋里的丫鬟惊诧地张大嘴巴，刚想出声，都闭嘴！想让你们少夫人活命，就别出声，就站在那里别动。少夫人要是因为你们有了闪失，看你们少爷会不会饶了你们。所幸孩子没事，产妇身体也没有大碍，还不算太晚，有救。你听到了吗？先生有法子。产妇紧紧闭着眼，咬着唇没有出声。师傅，陈玲求他父母去城南的观音庙拜拜，说那里的菩萨最灵。他父母被央求的没办法，已经答应了。陈玲去门口送了。他还挺聪明。产妇能手术，你俩准备一下，等麻醉起效，消完毒，你跟弗莱再进去。是师傅，东子已经去厨房煮工具去了。男的接生怕什么？你就算是为了孩子也得看开点儿，命都要没了，还怕什么羞啊？白素看产妇哭得泪水连连的样子，她到产妇耳边低语一句，产妇立即止住哭声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她。不骗你，骗你是小狗。我现在给你吃一种药，吃了你就睡一会儿，等醒了孩子就生出来了。你不要害怕，生完孩子肚子上会落一小道疤痕，我给你点祛疤药抹一抹就不显了。你要把肚子剖开，把孩子取出来，只有这个法子了。又一阵痛袭来，产妇顿时声嘶力竭的痛呼出声。媳妇儿，你不要多想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我就什么都不求了。咱们听大夫的，听话。陈了，痛死我了！白先生，你快点安排吧，我父母出门了，回来至少得1个时辰，求您快点，别让他再受罪了。秋月取来温水，白素把麻醉药递给陈玲，让他给媳妇服下。1刻钟后，又过了大概2刻钟。大夫，我夫人怎么样？孩子可还好？
是男娃女娃？恭喜你，师傅说手术很成功，夫人生了个小公子。我可以进去看看了吗？林彻刚一点头，陈琳就跑进内室。就你这么一个丑孩子，差点要了你母亲的命啊！这孩子一点都不丑，长大指定是个俊俏公子。是吗？我怎么看着这么难看啊？一点也不像他母亲。孩子在羊水里泡了10个月了，难免有些浮肿，等过几天就好看了。啊，丑点没点无所谓，健康平安就好。陈琳把孩子递给一个中年侍女，走到床边，见媳妇脸色虽然苍白，但呼吸平稳，眉目舒展，好似一点痛苦也没有，心里慢慢踏实下来。多谢白先生救我妻儿性命。不用谢，我只是尽了大夫的本分而已。郑婆婆忙碌了一宿，才是最辛苦的人。哎呀，我忙了一宿不假，但空有救人的心，却没有救人的本事。是先生逆天的医术，才有了少夫人母子平安。有郑婆婆在，产妇才能平安撑到我来，不然的话就不好说了。陈玲，你媳妇现在并没有脱离危险，得确定伤口不渗血、不发热、不感染，过3天以后才算度过危险期。先生，那您在这里住几天吧，我愿意奉上您平日收入的10倍，答谢先生。我今儿在这儿守着，等他醒过来，情况稳定了再回去。现在让侍女轮流去给你夫人揉腿，从下往上揉小腿和脚，直到麻药失效。3个时辰内不能枕枕头，不能吃东西。是，我记住了，先生。你们都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，少爷。先生忙碌了这么久，累坏了吧？主要是你这个床太矮了，用得不顺手。郑婆婆，让陈琳把你送回去吧，回去休息休息，睡一觉。弟子不累，这次好不容易见到先生出手，我这心里现在还激动得不行呢，回去也睡不着。家里客房收拾得很干净，用过早饭后，先请郑婆婆去客房睡一会儿。也好，一会儿你就去睡会儿，少夫人醒了，我让人去喊你。先生，我媳妇儿大概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？一般情况下得2到4个时辰，不过你媳妇麻醉前已经脱了力，可能会醒得晚一点。那我们去吃饭吧，吃完饭先生也去客房休息一会儿。白苏随陈玲一起去了膳房，吃完了饭看了看产妇，就带着林彻他们去客房。想不到这个手术要缝合这么多层啊，光包宫就缝了2层。一层是子宫肌层，一层是子宫浆肌层，缝2层，产妇下次怀孕的时候不容易出现问题。除了子宫肌层和子宫浆肌层，还有腹膜、肌肉、筋膜、皮下脂肪、皮肤，一共7层，所以缝合比较费功夫。当一个母亲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可不，世上最不容易的就是母亲。你和夫来刚刚表现的还行，秋月你表现的就差一点点。这是妇科，你最适合做这些，却吓得连擦汗都不会了。主子，这次和以前不一样好不好？这次是在腹部手术，您都把手伸进肚子里去了，弟子吓得腿都软了，也不知道您怎么胆子这么大，明明也是第一次，却好像熟悉的不行，跟做过千百遍一样。是啊，师傅，您看着我的表现的镇定，其实我心里也吓得跟打鼓一样，徒儿不知道得练多少年才能有您这份镇定自若的本事啊。主仆师徒5人在客房一会儿讲讲医术，一会儿聊聊天，转眼就过了1个时辰。母亲，求你了，母亲，是儿子的错，不怪先生。我非要问问他这么做到底安的什么心。麻烦来了，一会儿啊，万一有了冲突，一定要保护好师傅啊。陈玲，你媳妇怎么了？是不好了吗？拦住他，不准他靠近少夫人。先生，我夫人没事，和以前一样睡着呢。我母亲不懂麻醉，以为她活不了了，才会一时糊涂。您回客房歇会儿，我给母亲慢慢说。你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呀？把肚子都刨开了，人还怎么活呀？哎呀，老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呀？不用你在这儿装好人，本以为你是好心，没想到你给推荐了这么个玩意儿。哼，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你知不知道，你媳妇不剖腹就得死？郑婆婆为你家熬了一夜，你竟然这样对她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死了我儿子再娶，什么样的媳妇儿娶不来呀？你这样做是在败坏我儿子的名声，这事要传出去了，哪个好人家的女儿敢嫁给他呀？你母亲呢？我这辈子就要蓉蓉一个，蓉蓉要是有个好歹，我就孤独终老，也绝不娶别人。我说到做到。您要是不想让儿子打光棍，不想让您孙子没娘，就对白先生客气点儿。儿子有错，不该不禀告您，就擅自做决定，您随意教训，儿子绝不会有怨言。但蓉蓉对您那么孝顺，您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来？白先生肯冒险用这法子救人，是儿子跪了一路才求他答应的，要不然人家根本就不会出手，您怎么能怪人家呢？我怎么就不能责怪他了？我儿子年轻不懂事儿，就算是他求你这么做的，你能这么干吗？你来了之后，
为什么不给我们商量一下？你让我儿子背上杀妻取子的恶名，不是毁了他的前程吗？什么杀妻取子？我是大夫，是救人的，不是杀人的。你怎么把别人想得这么恶毒呢？再说了，谁说你儿媳妇活不了啊？天底下有这么救人的吗？说出去谁信呢？明明是你自己无知，你儿媳妇这种情况，顺产几乎是死路一条，剖腹产子有90%的把握能恢复好，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儿。你怎么非得把它当成丧事呢？这还求着我师傅呢，就这个态度啊！白先生不要生气，是我贪睡，没及时给他解释清楚，才产生了误会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母亲有言语不当的地方，我给白先生赔不是，希望白先生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无论如何也得给蓉蓉治好啊。陈玲，你放心，不管你母亲什么态度，产妇是无辜的，我不会因为外人的态度不管她的。陈母气的脸色涨红，别人指责她母亲，她还给人家赔不是。郑婆婆，你先回家去吧，回去好好歇歇，有时间的时候随时可以去洪正堂找我。郑婆婆，对不住了，我先让人送您回去，改日我再登门道歉。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还想走？大春，去把大门锁上，没有我和老爷的命令，一个人都不准放出去。大力，你去把老爷请过来，就说家里出了大事了，让他过来商量对策。陈玲，你去屋里看看你媳妇去。郑婆婆和我先去客房，别的事一会儿等你父亲来了再说。他宁可让儿媳难产而死，也不愿让儿子的名声沾染一点不好。哼，幸亏陈玲把他们骗出去了，不然这手术真做不了。没事的时候婆慈媳孝，有事就看出来媳妇有多远了，尤其是女人难产的时候。先生说的是，很多婆母连媳妇生孩子的疼都受不了，喊叫的时候都嫌媳妇矫情，更别说心疼了。难产的时候也通常是保小不保大，因为娶个媳妇儿太容易了，尤其是大户人家。陈玲是个有主意的，不然咱们当大夫的再着急也没有办法。是个少夫人，提前没让人看看胎位正不正吗？没有，婆母一般不张罗这个，媳妇儿害羞也不愿让人看，男人更不懂这些了，等快要生的时候再看，一切都晚了。还是对这方面的常识不了解，不然怎么也得提前找人看一下。是我给他们推荐的先生，先生辛苦了半天，却被这样对待，弟子这心里……没事，只要护理得当，产妇就没事。等少夫人好了，她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就是怕孙敖在家里担心。咱们今日若是回不去，我父亲母亲也得担心啊！真要是在这住几天，家里不得急死啊！主子，产妇流这么多血，会不会真的醒不过来啊？任何手术都有风险，何况是剖腹产，感染和产后出血都有可能造成产妇的死亡，但几率不大。万一有这种情况，陈某留下咱们，是不是想把责任推到咱们身上啊？反正他没安好心，都怪徒儿考虑不周。他要是翻脸不认，师傅就把这事儿推在徒儿身上。不，您啥也不用说，徒儿来说就行。公子身份贵重，让福来担下来吧。福来受主子和公子的恩情，一直没有机会报答。好了，不要这么悲观嘛，你们要相信我的能力。陈玲不像是那种人，陈玲的媳妇也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先生，少爷，陈玲的父亲过来了。东子一直站在门口，从门缝里看着外边。去屋里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你们不必慌张，等产妇醒来，他们就相信我们了。陈玲的父亲看着很老实，应该是个通情达理的人。看着老实的人不一定通情达理。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我知道白先生是好心，这么做也是救人心切。监内刚刚若有言语不当的地方，请白先生看待他爱子心切的份上，不要跟他一个妇人一般见识。没事，说开就好了。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先生是神医，听说有起死回生之术，我就是想请先生留在府上，全力给儿媳治病。儿媳康复了，我重金酬谢先生。儿媳若有闪失，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看来陈先生是打算强行留下我们了，好吧，我留下来，过一会儿等你儿媳醒了，让我徒弟他们和郑婆婆回去。师傅，徒儿不会先回去的，要走一起走，要留一起留。不行，儿媳的情况一天不明朗，几位都得留在这里。哼，我说你儿媳妇死不了就是死不了，我也不会撒手不管，你为什么非要强迫着我们，让人心里不舒服的给你们看病呢？你就不怕我心情不好影响到你儿媳的治疗吗？我压根就不相信剖腹的人能活，你们走了谁说得清？我陈家世代忠义良善，担不起杀妻取子的恶名。你，老爷，外面来了很多禁军。啊，是谁走漏了消息？灵儿，一会儿禁军来了，你一句话都不许说，听到了没有？父亲，我相信白先生，蓉蓉不会有事的。如果禁军真要抓人，就让他们抓我。小人陈松叩见几位将军。陈松，你府上请白苏接生，本是天人进口的好事，为何大门紧闭，不让人出入？连禁军
也敢试图阻拦？小的因儿媳至今昏迷不醒，怕亲家知道了上门闹事，所以才让人关了大门。没想到几位将军会来，下人不懂事，冒犯了几位将军。不是的，将军，这人坏得很，以为儿媳妇剖腹就活不了了，怪罪主子，说陈家担不起杀妻取子的恶名，要把主子扣在这儿，等出了事儿后让主子顶罪呢。陈松，人是你接来的，手术是在你家做的，白素半夜就颠簸老远，为你家儿孙劳累半天，你家添了人口，反倒把大夫扣下准备顶罪。哼，你以为大周的官员都是酒囊饭袋，任你信口雌黄，诬陷他人吗？将军，小的留下白先生，只想让白先生全力救这儿媳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你胡说，你刚刚还说压根就不相信剖腹的人能活，说你们陈家忠义良善，担不起杀妻取子的恶名，不就是打算让主子顶罪吗？好个忠义良善，你这样的人怎么好意思提这4个字？天下人若都似你这般恩将仇报，还有谁敢当大夫？王少，构陷他人按律怎么处置？回将军，构陷他人者杖100，流3千里，加役3年；构陷有恩之人，罪加3等，可判绞刑。先生对陈家算是有恩之人。将军饶命，我父亲是护子心切，才会一时糊涂，此事皆因小的而起，求将军饶恕我父亲，求将军饶恕我父亲。赵云冷着脸没有出声，陈琳朝白苏西行2步，连连叩首。先生，求先生帮着说2句好话。好了，你别吓他们了，快让他们起来。你就是心软，他们这么对你，你还护着他们？要我说，把陈松交给金兆尹处置，该怎么判怎么判。是啊，先生，让孙阡陌去判，这种人不能纵容。你们不知道，这里面我有做的不妥当的地方。我知道他们在家肯定不会同意手术，于是我就给陈琳出了个主意。他们不懂手术，一时接受不了也正常，人不会有事，他构陷也构陷不成。你是救人心切了，出主意也是为了救人，他们存的心思是害你，怎么能一样呢？就算从轻处罚，至少也得让他把账责挨了。将军，先生，我父亲的确有错，只是他岁数大了，经受不住，福过子长，让我替父亲受杖责吧。受什么杖责？我说算了就算了，这孩子挨母亲打，挨父亲打，再挨杖责，怎么伺候媳妇？明轩，你让他们起来吧。好，你说怎样就怎样。陈玲，起来跟我进去看看你媳妇去，产妇情况很好，但还麻醉着没醒过来。不管别人怎么样，产妇是无辜的，我得留在这儿，等她醒了，情况稳定了再回去。几位将军先回去吧，不用再担心我，我相信陈先生不会再强留我们了。不敢，不敢。我等你一起回去，你忙你的就行，不必理会我们。洪正堂和孙敖那里，我也派人送信了。谢谢你了，你不用陪我在这儿耗着，你们忙你们的事就行。改日我请大家吃饭，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。先生，小的不想回去。您不知道，将军知道您下落不明，给我们下了死命令，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，以最快的速度查找您的下落。小的连查户籍又查街道的，找到郑婆婆家后才找到这里，前后一共用了半个时辰。那马骑得快的呀，颠得浑身跟散了架一样，又累又乏的。您就让我留在这里歇歇吧。我和信哥也不回去，今儿我们都没事儿，就在这儿给先生当护卫。我也不回去，我还不认识先生的家呢。等先生回去的时候，跟先生认认门去。先生该治病治病，该休息就休息，只当我们不存在就好。陈松给众人置办了酒席，期间热情款待，又数次诚恳认错，众人也表示不会再提及此事。午后未时，蓉蓉醒过来了，白苏给蓉蓉按压子宫，帮她翻身，等她排气后喝了汤水，这才放下心来。白苏，醒醒，去屋里睡吧。到家了，小月那丫头也不喊我一声。你太累了，下来吃口东西就去睡吧。是不是回来有一会儿了？师傅，谢谢你，你回去吧。有一小会儿了，我原想让你多睡会儿，又怕你冻着了，思虑再三，才喊醒了你。王少他们呢？怎么都不见人影了？不是说来我这里认认门吗？他们认了门就回去了。啊，我还打算请他们吃饭呢。真是的，你们都在这里站着，怎么不喊我一声啊？人家为我跑了一天，又跟来家里，怎么不留人家吃饭再走啊？太失礼了。林子悠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也不懂礼数了？徒儿留他们了，但他们都听将军的命令，徒儿说的话不管用啊。你别怪他们了，都是我的主意，是我没让他们喊你。王少他们见你累了，不好意思打扰，就回去了。你不用在意他们，他们又不是外人。这是你带过来的，还烧着了。我说屋里咋这么暖和？母亲让我送来炭，我就让秋红把你的东西收拾了一下，一并带了过来。你也不用再置办了。将军送来一大车银谷炭，足以用到开春了。还有您平日用的几个炉子都带了来。谢谢你了，也谢谢老夫人，我这也没什么稀罕物，回赠给他老人家。
是我该感谢你啊！你已经为母亲做的很多了，母亲每天坐在你送她的躺椅上，不知道有多欢喜呢。今儿母亲还夸你呢，说你心思灵巧又体贴善良，让我跟你学学。但你有点太善良了，太善良了也吃亏啊！像今天这个事儿，万一那个女子醒不过来，我又不是恰好过来，帮不了你，不定得发生什么事呢。我不是你说的那样烂好人，我是可怜那小两口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我相信我自己的医术，我也相信我配的药。我知道可能会和老两口有口舌之争，但和人命相比，吵架也不算什么。而且我还挣了那么多诊金。子由，钱都从马车上拿下来了吧？拿下来了，师傅，都交给孙媪了。钱也挣了，人也救了。当然了，幸亏你们去了，不然肯定得吵得产妇醒过来，最后他们也不一定给我认错道歉。我知道你缝合术很好，但这个和朱信的胳膊不一样，万一刀子剖腹的时候扎到孩子身上，或是刺到孩子脑袋上。我哪有那么笨，肚皮有好多层呢，划破肚皮里面还有包宫，包宫里面还有胎膜和羊水，而且并不是一下就切到位的，先划开浅浅的口子，用圆头的弯钳撑开，根本就不可能刺到孩子。你是艺高人胆大，手也有准头，我这个杀人无数的都不知道人肚子里面有什么物件，你倒是知道的清清楚楚啊。术业有专攻嘛，没什么奇怪的。孙老做好饭了没有？做好了就吃饭。李将军买了10几个菜回来，都在锅里温着呢，婢子马上去摆上。人家连菜都买好了，你呀你。哎，你别说子由了，他本来也是为这事老在心里嘀咕我，你再说他对我更有意见了。我嘀咕你？你从哪里看出来的？你心里没嘀咕吗？眼睛滴溜溜乱转，不时用不忿的眼神瞟我一眼。我嘀咕就嘀咕了，本来就是你不对，还不许人嘀咕了。我也真是的，怎么睡得那么沉？这么多人在身边来来去去的，得多热闹呀！我愣是没听着。走走走，去吃饭，你把他们赶走了，你负责多吃点，南边还那么多人挨饿呢，咱们不能浪费。这是将军午时前带过来的叫花鸡，篦子一直温在灶里头，那会儿刚敲开的，您尝尝吧。赵云从盘子里夹了一个鸡腿，利索扒掉鸡皮，放到白苏的小盘里。还挺香的，你们都尝尝。他扶了几个厨子的手艺都挺好，做什么都很地道。赵云这个厨子神色自若地吃着菜，听到白苏的评价，心里还挺得意的。那边李友正在给几人讲赵云做的鸡如何的香，说着说着又说到打仗的时候他们一起烤的鸡有多难吃。当时让将军给咱们烤就好了，将军是干啥也能干好，不像我们白白浪费好东西，做不出味儿来。你咋这么大脸呢？还想让将军伺候你啊？将军本来就不重口腹之欲，好点的东西他吃的还没分给咱们的多呢，他会动手给你弄那些，也就咱们夫人能让将军亲自动手。将军不让喊夫人了，还是喊先生吧，省得喊秃噜嘴了，将军罚你。先生虽然待咱们很热情，但我怎么觉得待咱们跟待将军的态度都一个样啊，跟将军一点也不显亲近，甚至对今儿第一次见面的陈玲也很热忱。先生对谁都这样，我在洪正堂住的那几天，不时去大堂转转，看先生给人诊病，先生对每个病人都是很热情，一点也不介意病人是男是女。像先生第一次摸我胳膊的时候，我都脸红了，可是先生就像摸个死物一样，一点都没看出尴尬。对，先生给我检查肩膀的时候也一样，我也心虚的不行，可是先生呢，一点迟疑都没有，好像我不是个男人似的。境界高的大夫都有这种精神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贵贱贫富，不分美丑，不分脏臭，甚至不分亲疏。先生是真正的大义人心。哎，真替咱们将军发愁啊！你说将军这么上心，要是还打动不了先生，得多难受啊！自古就是好事多磨，将军早晚有一天能打动先生。第二天，陈玲亲自来洪正堂接白苏，表达谢意，把媳妇难产、白先生剖腹产子的事儿当众说了，说媳妇现在能吃能睡，儿子又白又胖。你倒不怕别人说闲话，还把这事儿当众宣传了。昨日跟先生交谈的几句，很受启发，思想守旧真会害死人。先生有如此逆天的医术，有如此功德，也该让世人知道。这是蓉蓉让我说出来的，她非常感激先生，也想为先生做点事。她说把这事说出去，下次先生再遇到这种情况，就不会有人质疑先生的能力了。你媳妇是个明白人，你能娶到她也是个有福气的。白苏到了陈府，给蓉蓉查看伤口，伤口处很干燥，换了药后扶她在地上走了走。先前不知先生身份，还觉得有点难为情，现在想想真是愚蠢。就算先生是男子又如何，只要能活命，能跟陈郎和孩子在一起就足够了，什么都不如命重要。你小小年纪倒想得明白，命都要没了，还想那些虚的有什么用？老人说生一次病长一个心眼，何况我经历了这么一场磨难，也想明白了很多事。
当时我疼得都迷糊了，觉得自己随时都会死去。要是没有先生，我如今恐怕已经没命了。就算侥幸生下孩子，也是个没娘的苦孩子。而我只能被埋在荒地里，连陈家的祖坟也进不了。隔日，秦慎一早就来了洪正堂，听说此事，哎呀，早知道我说什么也得想办法跟师傅去啊。师兄，您把手术过程给我说说，把手术记录也得让师弟看看。师兄，好师兄，求你了。直到林彻给他讲了一遍，答应把整理好的记录给他看看，才回到大堂。师傅，陈家什么时候来接您复诊啊？弟子也想跟着您一起去看看产妇。早上病人多，他们家今儿个也给孩子举行3朝礼，我给陈家人说了，午后再过去。师傅，您有没有想过进太医院啊？以哪个身份都可以进，太医院也有女医，进太医院不错的。太医也很受人尊敬，平日很清闲，俸禄可观。您和师兄可以一起去，师兄有了官职，对洪正堂也有好处，弟子日常也能侍奉师傅。不去，我在民间当大夫，逍遥自在的，受不了宫里的规矩。你想什么呢？真想侍奉师傅，还不是想长期跟着师傅学本事？哼，让师傅凑你跟前去，你想得到没？师傅自有我侍奉，我也断不会让师傅少钱花，我才不想让师傅给什么贵人诊病啊！师兄不要生气，我想着太医院有我做主呢，定然不会让师傅师兄辛苦。只有我看不了的病，才会劳烦师傅师兄，我也能在师傅身边尽点心。既然师傅和师兄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师傅当然不愿意了，此事啊，莫要再提，再提就别喊我师兄了。子谦，我知道你想跟在我身边多学点东西，但你也不必心急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什么时候学都不晚。你什么时候过来，我什么时候教你，再单独给你讲一遍，也不会嫌烦，你不用有顾虑。我也乐意教你，你在家闲暇之时再用点功，不会落下多少的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兄。午饭时，白素果然把剖腹产的知识点给秦慎讲了一遍。如今虽然人们的观念还是排斥男大夫接生，但总有一天大家的思想会发生转变，会接受男大夫的。男大夫体力好，冷静，胆子也比女子大些，做手术有天生的优势。那也得分人啊，徒儿觉得师傅除了体力外，别的方面都远胜过男子，哪个男子也没师傅冷静，胆子大，每个手术都是一次就能做成功的。那是因为我前世做过很多遍了，只是不能告诉你们实情啊。蓉蓉恢复良好，已经脱离了危险期。傍晚回家后，多日不见的楚寒突然来了。素素，我来你家蹭饭了。欢迎楚寒陈峰来蹭饭，山珍海味没有，粗茶淡饭管够。我不白蹭饭，给你带了礼物，还带了一车银骨炭，在后面来着呢。弗莱呢？弗莱，你一会儿去指挥一下，看看让他们卸在哪里。你们家那么多人，银骨炭数量又不多，还给我带来干啥呀？那些弟弟妹妹自有我父亲的炭心给他们分，父亲那些妾室也没有资格用这么好的炭，这是朝廷分发给我的炭心，我才不给他们用。陈峰把一个盒子和一个包裹放到桌案上，这里面是麂子皮做的手套，里面2双稍大点的是给子由和弗莱的。子由、弗莱，你们戴戴试试。还有我的。别看你们2个老气我，不过呢，我是宰相肚里能撑船，看在白素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们计较。这个包裹里是几张裘皮，是我以前猎的，让孙敖给你做个戴帽的斗篷，骑马的时候不动耳朵。好。诶，你屋里烧的这个炭也没味儿啊，这个不会也是银骨炭吧？是银骨炭，将军府送来的。楚寒，我心里十分感谢你，有好东西就想着我，还这么大老远的亲自给我送过来。但是家里的炭已经够用的了，你带的那些我就不留了。我不愿意让你用它的，把他送的那些都丢出去，烧我带来的。你怎么跟个小孩子一样？人家好心好意送来的，我已经收下了，还能给人家丢出去吗？何况这些是老夫人送的。我不管，我送来的东西也没有收回去的道理。你把他送的给子由他们用，你用我送来的。师傅，要不把楚公子带来的炭卸到洪正堂吧？您在那里一待就是一整天，又辛苦又费神的。恰好过几天那边也到了取暖的时候了，楚公子送的不正是时候吗？我好多天没见你了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别提了，我最近都忙死了，马上到皇上东猎的时候了。羽林军负责保护圣驾，还有沿途的警戒和仪仗都是我负责。我忙着操练那群少爷兵，我表哥那边也一堆事儿，3天2头的喊我过去商量。你表哥是什么官职啊？身份也不简单吧？我表哥是李鹏。李鹏？你表哥是太子李鹏？怪不得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原来跟皇后是血亲。你的眼光是对的，我是遗传了我父亲母亲全部的优点，比我表哥还英俊几分呢。不过你跟太子是血亲，那自然就被人视作是太子一派了，而太子从来就不好当。人人都羡慕我表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其实啊，他真的很不容易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表哥，一个小事情处理不好，就不知道会延伸出什么后果来。
一般人他又信不过，所以有事儿就愿意跟我念叨念叨。你跟太子这个关系又身居要职，你那次受伤，说不定你继母背后也有人煽风点火，阻止你回来帮太子。我和表哥也是这么怀疑的，但对方没有留下任何把柄，没有证据，一切就只是猜测。你出门还是多带几个侍卫。没事，他们最多也就在路上扮成山贼，对我使绊子。在京城里头有这么多禁军巡逻，借他们几个胆子，也没人敢在皇帝眼皮子以下谋害世子。再说了，我身手很好的，30-50个人也进不了我的身。先生放心，自到了京城以后，主子身边再没有出现可疑的人。如果有人盯着主子，小的能感觉出来。那就好，也许是我多心，那次的事没那么复杂。楚寒从白苏家吃了晚饭。你说这个赵云多不要脸，为了挽回白苏，连老夫人都搬出来了。主子别生气了，人家婆媳俩的关系本来就不错，说不定原本就是老夫人的意思。老夫人还不是给赵云制造和白苏见面的机会？那老太太半生就守着这么一个儿子，把他当眼珠子疼啊！知道了他儿子的心思，不知道给他使多少劲儿呢。白苏又是个念旧的人，赵云打着老太太的旗号，他怎么好意思拒绝啊？人家大将军母子俩一条心，自己主子的家人知道了，不会有一个人支持的，不使绊子那就不错了。不要脸的玩意儿，这才刚发了探心，他就送了过去。这段时间那姓赵的不定往白苏跟前跑了多少趟了。主子忙过这几天就好了，过了冬猎就没有太重要的事了，到时候您不就有时间跟先生在一起了吗？都是护驾，他手下那帮人都是嫡系，个个用得趁手，对他又忠心。你看他一天天自在了，跟平日没什么两样。你再看看我手下那帮孙子，本事不大，一个个的娇气的不行，全他娘的欠收拾。2天后，白苏让叶掌柜打听往徐州去的商人也有了消息。大院那边的掌柜丁义，此人名叫谭虎，是小的在外面收购药材认识的，人品不错，很讲义气，手下有一帮练家子，小的帮过他的忙，对他算是有点小恩。他这次有事往南边去，正好路过徐州，先生有东西可以让他带过去。我想往徐州烧些钱，还想多带点，丁掌柜看可行吗？路上安不安全？小的觉得可靠，谭虎算是江湖中人，他们这样的人最重义气，往往把信誉和承诺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好，丁掌柜，我相信你，也相信你的朋友，我也不会亏待你的朋友。找人捎带东西，酬金是怎么算的呀？也是有规矩的吧？有，因为驿站只能用于政令和军情，所以这2年江湖上有了这种民间的捎带。如果是普通的信件送给普通的百姓，没什么风险的，有个20-30文的就行。如果是重要的信件就贵多了，钱财就更贵了，毕竟路上的风险会大很多，丢了按江湖规矩得原价赔付，一般收取的价格按财物总价的2%到10%之间，最低不低于2%。这可比物流费贵好多倍。又一想也算合理，古代没有物流车，全凭骑马坐船，风吹日晒的，路上还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强盗打劫呢。好，明日此时你让谭虎过来取东西和酬金。是，小的明日随谭虎一起过来。白苏晚上回到家，让孙敖把所有钱都取来。我们怎么有这么多钱呀？这些都是最近挣的吗？可不，有一部分是林公子和秦大人送的拜师礼，还有楚公子送的1箱金币。师傅，您看这些够不够？不够，徒儿还有些积蓄，一并给师祖带上。够了，这些钱够小户人家花几辈子的了。有你们，我真太幸福了。谁跟在师傅身边才是有福气呢？婢子有福气，婢子也有福气，福来更有福气。主子，您准备给老爷送多少钱？小的清点好，装到一个箱子里面。把这些金币都带上，再添些铜钱，一共凑100万钱。这些都是主子辛辛苦苦挣的，按说给老爷送点钱本也应该，只是夫人对主子一句话都没多说过，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恩情。主子嫁得那么好，陪嫁却按大户人家的最低标准，只给了30万，庄子铺面没给意见，嫁妆比别的女郎少好几倍呢。就是，还有那些姨娘，他们对主子都不好。主子挣的钱让老爷和大少爷他们花还行，给那些个姨娘们买脂粉，婢子也觉得他们不配。哎呀，想不到师傅小时候这么不一样。但师祖正在蒙难，真有花用还好，若缺衣少食，他们再有个好歹的，师傅以后知道了心里也会难受啊。不如师傅给师祖在信上写明，这些钱是孝敬师祖的，不能让他们随便花。师祖这么通透，一下就能懂师傅的意思了。对，不送一次钱，心里老觉得不踏实。陪嫁钱虽然只有30万，但还有一些物件和几十个佣人，怎么也得值100万。还有你们几个在我心里可是千金不换的，这才100斤，就当把嫁妆都还过去了。不来，装吧，按我刚刚说的数量。是，主子。孙敖，
你也不必心疼这些钱，花了我再赚。我不能去徐州看他们，给他们送点钱过去，我也算少了一桩心事。婢子没什么见识，自然是听主子的。师傅想回去看看也行，徒儿多带几个下人陪着师傅一起去拜见师祖。我不去，回徐州河里的事就暴露了，他们要是不让我回来，给我撺掇着找婆家怎么办？那怎么行？所以说不能去徐州。我的人生可不想让别人给安排。父亲跟前有几个哥哥和侄子侄女，不缺人孝顺，父亲在家又说一不二的，他们缺钱，给他们送点钱就可以了。我就在京城老实待着吧。这些钱要是都买成粮食，还够老爷他们吃很多年了。就是给谭虎的捎带费有点多，要是按照高标准收取，光捎带费又是10万块，比主子这院子还贵呢。比我们几个还贵呢。我卖身为奴的时候才值1万钱。1万钱不少了，那些逃荒过来的，给个窝头就签了卖身契了。捎带费听起来觉得很贵，仔细想想一点也不贵，这钱是刀口上铁血挣来的，不容易。第二天，丁义带着谭虎来到洪正堂，白素把两人请到后院屋里，当场打开箱子，清点好钱数，双方写了字据。费用2万钱，先付1半定金，事成回来后再付1万。这么少？哈哈，先生人名在外，又是丁贤弟介绍的，在下自是不敢多收。要不是手下养着一伙兄弟，我都不想接这1万钱。这么远的路，风餐露宿的，兄弟们还得吃饭住店，收少了怎么行？哈哈，不少了。我们要是专程给先生跑一趟，收这些自然少些，但我们有别的差事，给先生带的这些只是捎带。白苏感谢一番后，又嘱咐他不要给白家人提起自己行医的事儿，一问3不知就行。把箱子搬上谭虎的马车后，白苏又送了他几瓶金疮药。冬猎结束那天正是休沐日。白苏在厢房正在给林彻和福来讲解银杏叶的功效和炮制方法。今儿你师傅休息，讲述的内容到此结束。真是的，休沐日不休息，还叫什么休沐日啊？林子由，你是不是想累死你师傅啊？我哪有啊，我自然是听我师傅的，我师傅说结束就结束。你先坐下暖暖手，我马上就讲完了。讲点东西累不着人，是我要讲的，碍着子由什么事啊？讲一半剩一半，多让人难受。他嗯了一声，施施然坐到林彻旁边，抱着手炉听白苏讲怎样给银杏叶杀青揉搓。1刻钟过后，这次怎么你一个人？陈峰呢？我带来一只鹿，他可能在前院跟东子一块收拾呢。这几天冬猎，天天吃肉，那些御厨做的没你这里做的味儿好。小的在厨房打过下手，知道怎么收拾，我去给陈大哥帮忙。白苏摆了摆手，让他去前院。哎，这鹿是你在山林院带回来的吗？是皇上赏赐的，把皇上护送回宫，我就过来了。不是我管你的事儿，你这一天天的忙活，休沐日也不休息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你给他们讲这些，虽然不费多大力气，但是费脑子呀。我说他一句你还护着，这小子只知道琢磨这个，他巴不得你天天讲呢，哪知道心疼你啊？费什么脑子？脑子越用越灵活，是我喜欢给他们讲这些。那也得休息啊，你没听人说过吗？脑子要是一直用不休息，人有可能变傻掉的。为了你一直能聪明下去，以后我有空了就过来监督你休息。我师傅才不会傻呢，我师傅的脑子聪明着呢，明明是你想缠着师傅，还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。人得适当休息是真的，不然脑子也疲劳发懵，昏昏沉沉的。走，子由，咱们一起去看看楚寒带来的鹿去，是个雌鹿。是，你以为是雄鹿吗？我知道了，你不是以为有鹿茸吧？没有，就算是雄鹿，鹿茸也被太医取走献给皇上了。鹿身上全都是宝，并不仅仅是鹿茸珍贵，这鹿皮、鹿骨、鹿肝、鹿心、鹿肺都是上好的中药。徒儿只知道鹿茸是名贵的药材，却不知这鹿身上别的东西也能做药用啊。主子，那这鹿皮还能这么剥吗？能，你照常剥就行。剥下后用温水浸泡，去毛和垢，切成小块，风干。鹿皮能补气、治漏疮、治血崩，可内服煎药，可外用烧灰涂抹。那徒儿在这里跟福来一起弄。鹿骨和内脏也都留好，得空我们就炮制了。是，师傅，徒儿记下了。外面太冷，您回屋里吧。那就辛苦你们了。楚寒、陈峰，我陪你们去屋里喝茶。先生给主子去吧，我给福来帮忙。我带过来让你尝尝野味呢，没想到你把它当教徒弟用的了。鹿在民间不能捕杀，这些药材太难得，自然不能浪费了。不过这肉一定给你做好吃了，一会儿让孙敖做成卤肉，这鹿肉做不好有草腥味儿。鹿在大周被视为瑞兽，只有皇上带领臣子狩猎的时候可以捕杀，民间百姓猎鹿那是死罪。你的法子做出的定然好吃，我今儿就在这里等着吃卤鹿肉。你得了赏赐，必定是在冬猎中表现得不错吧？
我猎的时间最短，猎到的猎物却是最多的。我猎获5只野兔、2匹狼、2只鹿、1只狐狸、1头野猪和1只熊。要不是开始保护皇上，后来又保护表哥，我还能多猎几只。厉害厉害，你连熊都能打死。哎，熊现在还没开始冬眠吗？熊通常在没有食物的时候才会冬眠。上林苑养着那么多小动物，很多熊整个冬天都在狩猎，就算有一些熊冬眠，也得在大雪以后。其实熊并不难猎杀，先用箭射瞎它的双眼，用长矛刺死即可。那玩意儿空有蛮力，笨得很。你的剑法也是够厉害的，连熊的眼睛也射得中。那是啊，我6岁就跟我父亲习武学射箭，8岁学骑射，各种兵器也都使的。师傅，楚寒一懵，这不是林彻的声音，而且这声音听着还有些耳熟。秦慎，秦大人，你什么时候拜白苏为师了？回世子爷，下官于10日前有幸拜在师父门下，师父赐字子谦，下官刚刚在前院见到陈将军，才明白世子前几个月遇到的神医竟是我师父。可不，幸亏遇到白苏，要是让你们太医院诊治，不一定能活得下来。秦慎点头，秦大人，太医院的事儿还不够你忙活吗？30好几的人了，还学人家拜师，你随皇上回宫后就直接过来了吧？真够拼的，你不嫌累，你师傅不需要休息吗？30好几就不能拜师了，只要有求知的心，多大岁数也能学。他好几天才有空来一趟，还被你数落上了。我告诉你，在我这里不许你端着世子的架子欺负我的徒弟。子谦，过来喝杯热茶，暖暖手。多谢师傅，弟子乘马车来的，不冷。世子爷放心，下官自然不会让师傅辛苦，下官只是来给师傅请个安，没劳烦师傅的意思。师傅，弟子去前院给师兄打下手去了。去吧。一个徒弟就够你忙活的了，还又收一个。人家子由虽然也醉心医术，但起码还孝顺。这个太医令只会给你添麻烦，收他干嘛呀？你等看着，等宫里有了他治不了的病，他推荐你去，你去还是不去啊？去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怕他给我惹麻烦，但都是病人，也不能因为身份就见死不救吧。能治就帮着治治，治不了也没有办法。秦慎也不是分不清轻重的人。秦慎这个人虽然不坏，但是个死脑的瓜子。病人有病，他比人家家属还上心，一天不给人治好，就琢磨起来没完。遇到疑难杂症，他就算不让你进宫诊治，也少不了麻烦你。那更说明我没有收错徒弟。学医之人都该以为病人解除病痛为目的。他这人谦卑守礼，在弘正堂为我接诊了不少病人，不是不感恩的人。我当初从你这里治好伤，回去后没有给那些太医看伤口，也没有说你的本事，就是怕有人觊觎你的医术，给你惹麻烦。没想到你的光芒藏不住，还是被秦慎发现了。收就收了，别让他把你休息的时间都占了就成。不会。两人又说了会儿话，就一起去了前院。楚寒回去的时候，白素把提前留出来的几块鹿腿肉让他带回去。楚寒本不欲拿回去几斤吧，还有不少呢。到底是皇上赏的，你这么不声不响的拿到这里来，你家人若是问时，你也好交代些。楚寒回家以后，安定侯楚明果然追问：你把那只鹿给你手下人分了？父亲，不过是一头鹿，您怎么还打听这个呢？您年年在皇宫的宴会上吃这个，刚又连吃了好几天，还没吃腻吗？那是普通的鹿肉吗？那是你的荣誉，也是我们侯府的荣誉。皇上虽然是赏你的，你也该带回来，让你弟弟妹妹们看看，激励激励他们。你这当大哥的也该趁此机会教导他们几句，在他们心中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。哼，你倒好，连家都没回就不见人影了。他们有父亲教导就足够了，长不歪的。我把鹿送到白苏那里去了，让他尝个鲜。父亲，白苏不但医术好，厨艺也好，炖出来的肉比御厨做的好吃多了。他还特意给您留了几块最好的，我让人放厨房了，晚膳的时候您尝尝。原来是送给白大夫了，你知恩图报是好事，但是你已经厚谢他了，以后再也不必觉得亏欠他什么。他一个小小的大夫救了你，又得了那么多赏赐，也是他的福气。父亲这话说的不对啊，遇到他明明是儿子的福气，没有他，儿子早就被继母害死了。父亲还想让我教导弟弟妹妹，父亲，儿子不是一个以德报怨的人。你倒是教训起你老子来了，还敢说我不对？你读了那么多书，有教你顶撞父亲的吗？还提你继母的事，你继母的过错，我对她处置的还不够重吗？还不是我据理力争又跪了一夜换来的。她的过错又关你弟弟妹妹什么事呢？他们对你恭敬有加，你当大哥的怎么就不能宽容一点，关爱他们一下？见了他们不是训斥就是冷着脸，一点当大哥的样子都没有。对那个白大夫倒是有情有义，逢年过节的差人送点东西过去，表表心意就算了，用得着你这么不顾身份，一趟趟的亲自往他那里跑吗？
父亲，谁对儿子好，儿子就对谁好。弟弟妹妹们对我是很恭敬，但他们对我几分真心几分假意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。我不管白苏是什么身份，我只知道我血流了一地，趴在路边快要死掉的时候，是他把我从鬼门关拽回来的。元凶虽然已经处置了，但楚寒受的那些罪却无法弥补。我在那里养伤的那些天，被他像家人一样无微不至的照顾着，连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也交代得很清楚。父亲，您知道我心里对他有多感激吗？不是因为我的身份，也不在乎我付不付得起诊金，只为了让儿子活下去。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对儿子这么好过了。寒儿，你是在怪我对你关心的少吗？我是不如你母亲对你好，没她那般细心会疼人。可府里最好的东西，什么不是可着你用？这些孩子里，也只有你的功夫是我亲自教导的。你觉得父亲做的这些，都不如一个刚认识几个月的白苏吗？我没有说父亲不好，父亲是看重我，可您对儿子的是舐犊之情。父亲的养育之恩、教导之恩，儿子不敢忘，可白苏对我的救命之恩，也是恩同再造，怎么能是派人送点东西就能报答得了的呢？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说你把他看得太重了。你回来后，事事以他为先，我也没有阻止过吧？我就提了他2句，你看你这个态度，还给我抠字眼儿、挑毛病。白大夫就算是千好万好也是外人，你弟弟妹妹才是你的骨肉至亲，你也不能对他们太冷淡了。我知道他们是骨肉至亲，以后尽量对他们好一点，对父亲的态度以后也会注意。但白苏在我心里不是外人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，他是我见过的人里面最纯粹善良的人。都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自从跟他交了朋友，那些坏毛病都改了不少。父亲，您不觉得我比以前让您省心多了吗？还别说，你的坏毛病的确比以前少了不少。白大夫身上也确有几分侠义心肠，你难得有这么在乎的朋友，你跟他想怎么交往就怎么交往，想怎么报答就怎么报答，我也不管你了。